我是首富的遗孀，和6岁的儿子孤独地守着亿万家产。没人知道我有一个秘密，儿子不是首富的。今天我见到了儿子的亲生父亲。黑暗里，我的指尖轻轻划过男人手腕上冰凉的金属手铐，接着向上移，缚住他因用力隐忍而青筋微微凸起的手背。放松一点，我放低声音哄他。男人的双眼被黑色丝绸紧紧绑着，喉结艰难地上下滑动了一下，却很乖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我满意的弯了弯嘴角，心里想着，真是个听话的工具，这让我生出几分兴趣。慢慢俯下身，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，再往下，在男人的下唇上轻轻咬了一口。帮帮我好不好？在我故意的撩拨下，身下男人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起来。接下来的事情远比我想象中要失控，男人的隐忍就像一张拉满的弓，绷到了最紧的状态，最终在汗水和喘息交织的顶点，啪，第一声骤然断裂。就在那极致的瞬间，蒙着他眼睛的丝绸倏地滑落下来。沉沉的黑暗中，我猝不及防地对上了他的眼眸，那是一双漆黑的眼睛，里面装满了能烧起来的怒火，还有狼狈不堪的欲望，直直地撞进我的眼里。我的心跳在那一刻突然停了一拍。6年后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要不是今晚在晚宴上再次见到这个男人，我都快要忘了那个荒唐的夜晚。我坐起身，身上丝质的睡裙从肩头滑落，露出一小截白皙纤巧的锁骨。6年前，我刚嫁进陆家，成了陆家继承人陆明轩的妻子，可新婚才刚满1年，陆明轩就因病去世了，只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和一个刚出生的儿子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帝都最年轻也最有钱的寡妇。外人都说我命好，凭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和肚子里的孩子，不费力气就得到了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一路走得有多危险。比如现在，陆氏集团在城东有个重要项目要竞标，陆家的几位元老股东正盯着我，就盼着我拿不到这个项目，好把我从陆氏踢出去。我自然不会坐等着被他们算计。听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拿到了实力很强的远州资本的投资意向书，而我要做的就是破坏掉他们的合作。3年前，远州资本突然出现，他的创始人一直很神秘，听说这位创始人很可能会来今晚的商业酒会，于是我弄到了一张邀请函，打算亲自去试试。晚宴设在星辉酒店的顶层，我端着一杯香槟，在人群里不动声色地寻找那位新贵。林总，助理小艾压低声音朝一个方向递了个眼色，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我的身体就突然僵住了。那个男人身形挺拔又修长，穿了一套剪裁合身的手工西装，宽肩窄腰的流畅线条被勾勒得很清楚。他正侧着头跟人说话，侧脸的轮廓很深，下颌线又冷又利喽。仅仅一个侧影，就让我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。男人好像察觉到我在看他，慢慢转过身来，那张脸很有攻击性，薄唇微微抿着，整个人透着一股别人别靠近的冷漠和高贵。我手里的高脚杯轻轻晃了一下，人也跟着晃了神。怎么会是他？天哪，林总！小艾捂住嘴，小声叫了出来。那个人跟小少爷长得也太像了吧？小艾的话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，何止是像，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就算过了6年，已经没有了那时的青涩和狼狈，我也依旧能认出来。别乱说！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，轻声呵斥他。小艾立刻闭了嘴，不敢再多说一句。我垂下眼睛，遮住了眼底翻涌的情绪。慌什么？事情已经过去6年了，当时他被蒙着眼，全程意识都不清楚，未必记得我。就算记得，在这种场合，他又能做什么？眼前这个男人只能是远州资本的创始人，是我今晚必须搞定的目标。陆谨言。我脸上重新露出得体的微笑，端着酒杯朝那个男人走过去。陆总，久仰大名。陆谨言听到声音看过来，深邃的眼睛落在我脸上，没什么表情。他身边站着一个面容清纯的女孩，正歪着脑袋跟陆谨言小声说着什么。女孩的指尖还轻轻勾着他的袖口，眉眼间全是娇憨的依赖。我的目光扫过女孩时，心里莫名升起一丝熟悉感。不过现在我没心思去想这个。我是陆氏集团的林婉，我把名片递过去，笑容明媚又动人。冒昧打扰，是想和陆总谈谈城东的项目。陆谨言没有伸手接名片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我的手悬在半空中，连指尖都没动一下，脸上还保持着得体的微笑。林总的消息很灵通。过了一会儿，陆谨言才慢慢开口，嘴角勾起的弧度却没有一点笑意。不过现在是私人时间，不谈工作。没想到他身边的女孩看到我，立刻紧张地攥紧了他的袖口。谨言哥哥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这让我更觉得奇怪了。陆谨言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再分给我一个眼神，揽住女孩的肩膀，转身就要走。从头到尾，他的样子都像一个被陌生人搭话的商业大佬，冷淡却又不失风度。看来确实是我想多了。
就在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瞬，一道很低的声音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含义，准确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小婶婶，别来无恙啊！那声音又轻又慢，却像毒蛇吐信一样，冰凉黏腻地贴在我的脊背上，让我起了一阵刺骨的冷意。我闭上眼睛，烦躁地按着太阳穴。他记得，他什么都记得。谁能想到，以前那个任人摆布的后辈，竟然摇身一变，成了连陆氏本家都要忌惮几分的资本新贵。我心里隐隐沉了下去。当年的事，他绝不会轻易放下。这次城东的项目，想顺利拿到手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回过神，慢慢走进隔壁的儿童房。暖黄色的夜灯下，小小的身子蜷缩在被子里，呼吸均匀又绵长。儿子陆念安睡得很安稳，那张稚嫩的小脸上，眉眼和陆谨言很像。我在床沿慢慢蹲下，指尖轻轻拂过儿子柔软的头发，心里乱成一团。我和陆明轩的婚姻，从一开始就是明着来的。陆明轩从不掩饰他对我的感情，但我不爱陆明轩，嫁给他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。陆明轩不能生育，所以想出了借种生子的办法，还亲自挑了人。只是陆家旁支一个没人待见的穷小子，急需钱给母亲治病，他会很听话的。当时陆明轩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温声跟我交代，事情结束后给他一笔钱，让他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不会有麻烦。有了孩子，你在陆家的位置就稳了，我走了也能放心。这个提议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所以我痛快地答应了。可事实证明，陆谨言绝不是陆明轩说的那种会乖乖听话的人。哪怕那晚我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却也懒得去深究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过程里的小细节我根本不关心。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只是陆谨言现在的权利足够把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都毁掉。更要命的是，安安长了一张和他很像的脸，要是被陆家那几个老狐狸发现了真相，后果我不敢想。3天后的项目招标会在远州资本总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厅举行。我穿了一套剪裁干练的白色西装，一头长发被整齐地扎成了高马尾，妆容很素净，却一点都不影响我的气场。我带着自己的团队，大方地坐在竞标席的前排，神情从容又平静，好像3天前晚宴上的一切从来没发生过。陆谨言作为招标方的最终决定人，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。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定制西装，神情很淡漠，偶尔会侧过脸跟身边的副总小声说几句话，却从头到尾都没朝我这边看一眼。整个招标过程紧张又激烈，在所有方案里，陆氏集团的方案无疑是所有竞标方中最周全也最有野心的。我亲自上台讲解，思路很清晰，从详细的数据到对项目的规划，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商业价值的蓝图。就连主席台上几位向来挑剔的评委也不自觉地露出了赞许的表情。讲解完，我朝着主席台微微鞠了一躬，视线不动声色地扫过陆谨言，男人还是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，修长的手指在光滑的会议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，让人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招标会结束后，结果没有当场公布，需要内部最终决定。我让团队成员先回去，自己却单独留了下来。地下停车场里光线很暗，空气中混杂着潮湿和汽车尾气的味道。我静静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没多久，陆谨言在司机和助理的簇拥下走出了专属电梯。陆总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我迎上去，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，语气不卑不亢。司机和助理很有眼力见地退到一边，远远站着。停车场光线昏暗，只有几盏照明灯把两人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拉得又细又扭曲。林总还有事。陆谨言侧过身，昏暗的光线在他深刻的轮廓上投下浓重的阴影，让我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。城东的智慧城市项目，陆氏集团很有诚意。我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补充计划书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根据项目细节做的优化方案，我相信陆氏能给远州带来最大的价值。”陆谨言没有伸手去接，只是低头看着我，嘴角带着一丝嘲讽。诚意，他玩味地重复着这2个字。林总的诚意就是纸上多写的几行字。我的心一沉，脸上却没表现出来。那陆总觉得什么样的诚意才算够？他突然向前迈了一步，高大的身影把我完全笼罩住，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。他身上凛冽的雪松气息包围了我，我没有退，脚跟稳稳地踩在原地，脸上很平静，眼底却飞快地闪过一丝冷光。他是在试探我，还是要跟我撕破脸？想谈项目可以。他的声音特意压得很低，沙哑的音色里莫名透着一丝危险。拿出你真正的诚意来。话音刚落，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纯黑色的金属卡片，塞进我的手心。今晚9点，君泰酒店1708房。陆谨言的目光停在我微微泛白的嘴唇上，语气里满是恶意和戏谑。一个人来，迟到1分钟，陆氏集团就会永远出局。我垂下眼睛盯着金属卡片，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锐利的光。君泰酒店1708房。
那个酒店和房间是6年前我们纠缠的开始。他不是要谈生意，他是要报复我，羞辱我。陆谨言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玩味，转身走向自己的车，留给我一个冷硬又决绝的背影。晚上8点50，我站在君泰酒店17楼铺着厚重花纹地毯的走廊上，我脱掉了白天的职业套装，换上了一条样式简单的黑色连衣裙，一头长发全都扎了起来，露出清晰的锁骨和事业线，脚步不快，却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1708的房门就在眼前，我突然停住了脚步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淡淡的勾了勾嘴角。我倒是有点好奇，陆谨言精心准备的羞辱会有多幼稚？所有情绪都被压成了眼底的冷光，脸上连个皱眉的动作都没有。我慢慢抬起手，就在指节快要碰到门板的那一刻，门却从里面被猛地拉开了，一只大手从门里伸出来，攥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整个人粗暴地拽了进去。砰的一声，房门被甩上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房间里没有开主灯，只有床头一盏壁灯散发着昏黄的光。陆谨言就站在我面前，身上只松松垮垮，披了件黑色丝质睡袍，敞开的领口处露出肌理分明的胸膛，线条硬朗又性感。他用一种盯着猎物的眼神上下打量我，目光里满是审视的意味。看来林总真的很看重这个项目。他终于开口，嗓音里浸透着明显的嘲弄。我没有用力挣开他的钳制，反而借着那点力道稳稳站好，抬眼时眼底带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。陆总要是嘲讽够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谈谈项目了？当然。陆谨言低低笑了起来，笑声里没半点温度。他缓步走到床边，随手拿起2样东西扔在床上，一样是薄得像蝉翼的真丝睡裙，另一样是条黑色丝绸眼罩。这是我的规矩。他转过身，锐利的眼底紧紧盯着我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就换上它，再蒙上眼睛，就像6年前那样。他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情欲，只有冰冷的报复，显然是想用同样的方式把我当年加在他身上的耻辱加倍还回来。时间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1分1秒过去，空气都像凝固了似的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眉梢轻轻挑起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模样。就在他耐性快要绷到极限的前1秒，我忽然抬起头，平静地迎上他的视线，唇角那点若有若无的笑意又深了些。好啊，我径直走过去，拿起那件睡裙，转身走进了浴室。片刻后，我从浴室走出来，黑色真丝紧紧贴着我玲珑有致的身体，衬得肌肤白得像雪。我拿起那条黑色丝绸，动作没有丝毫迟疑，平静地记在脑后。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无边的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能清晰感觉到陆谨言走到了我面前，他的呼吸，他的气息，还有他身上那股雪松的冷香，全都将我紧紧包围。一只微凉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脸颊，指腹带着淡淡的薄茧，缓缓往下滑，最后停在我脆弱的脖颈处，轻轻捏着。他的气息渐渐变得粗重，顺势将我压到墙上，膝盖用力顶进我的腿心，炽热的手掌顺着我的腰际一路往下。低头渐渐靠近我时，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打破了屋里的暧昧。陆谨言的动作猛地一顿，在我脖颈上的手指不自觉收紧，力道大了几分。我却被那道铃声瞬间唤醒，没心思管陆谨言是什么反应，径直从他臂弯下挣脱出来，伸手扯掉蒙住眼睛的黑色丝绸，在手包里翻出手机，迅速接通。电话那头是家里阿姨焦急到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：林总，不好了，小少爷在同学的生日宴上跟人打架，额头磕破了，流了好多血，您快到市中心医院来一趟。医院2个字像道惊雷，让我周身的气场骤然转变，刚才那丁点暧昧的氛围瞬间变成了彻骨的寒意。我马上到。挂断电话，我弯腰捡起自己的外套，动作利落地穿上，只在经过陆谨言身边时丢下一句：陆总，失陪了。门被我拉开，又重重关上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快得让我甚至忘了自己身上还穿着那件薄如蝉翼的真丝睡裙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急诊室外的走廊里一片嘈杂，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的声音。我一眼就看到了被阿姨抱在怀里的安安，那个小小的身影缩在阿姨怀里，额头贴着一块渗血的纱布，血迹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半边小脸都被染红了。她身上的小西装也蹭满了灰尘，嘴唇紧紧抿着，一声不吭，泛红的眼眶明显是刚刚哭过，看着格外让人心疼。而在我们对面，另一个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，仅仅膝盖上蹭破了点皮，却赖在自己母亲怀里大哭，哭声几乎要掀翻医院的屋顶。就是他，是他打我，妈妈，我的腿好疼啊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男孩一边哭一边指着安安喊。男孩的母亲妆容精致，穿了一身名牌，正指着陆念安的鼻子破口大骂：看看你儿子把我儿子伤成什么样了，必须赔钱，今天不赔钱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还有，让你儿子给我儿子跪下道歉。女人越骂越起劲，用词也愈发不堪入耳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没完，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野种。明明是你们家孩子先推人的。阿姨试图辩解，可她的声音太轻，完全被对方的哭闹
和咒骂声盖了过去。我在听见“小野种”这3个字时，瞳孔猛地收缩，眼底的温度骤然冷了下去，连周身的空气都好像降了温。我一步步走过去，周身的气压低沉的骇人，让周围的嘈杂声都小了些。我先是脱下自己的外套，将孩子从阿姨怀里接过来裹紧，然后缓缓抬眼，冰冷的视线直直落在那对仍在叫嚣的母子身上。你刚才说谁是野种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冷意，瞬间让那女人的叫嚣卡在了喉咙里，说不出话来。女人被我看得心头发毛，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杆，强撑着气势说你儿子怎么了？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，长大了还得了，一看就是当妈的没教育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温润又清朗的男声突然响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人是这家医院最年轻的心外科主任医师苏晨，他身形挺拔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斯文的金丝眼镜，镜片后的眉眼在看见我怀里的孩子时，立刻流露出关切的神情。他径直走向我，极为熟稔地蹲下身，动作轻柔地拨开陆念安额前被血沾住的头发，仔细查看着伤口。陆念安看到来人，紧绷的小身子终于放松下来，一直忍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委屈地瘪起嘴，沙哑的小声喊了一声干爹，那声音里满是压抑的委屈和全然的依赖，让我的心脏都跟着揪紧了，疼得厉害。当年我怀着身孕时，在高速上开车，刹车突然失控，是苏晨不顾危险，开着车硬生生将我的车节停在护栏边，又赶紧开车送我去医院，才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后来陆念安出生，查出心脏有问题，也是身为心外科医生的苏晨亲自上了手术台，熬了整整5个小时，才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孩子的命。从那以后，孩子便认了苏晨当干爹，跟他格外亲近。别怕，干爹在。苏晨用消毒棉签小心翼翼地为陆念安清理伤口周围的血迹，轻声安慰道：等下清理伤口会有点疼，忍一下就好。他安抚好孩子，这才站起身，转向那对母子说：这位女士，您儿子的伤情我已经看过了，只是轻微擦伤，甚至不需要用药，但我干儿子的伤口长达3公分，需要立刻进行清创缝合，否则会有感染和留疤的风险。他稍作停顿，视线扫过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，继续说道：至于事件的起因与责任划分，宴会厅里应该装有监控设备，我们可以等拿到完整的录像之后再来心平气和的讨论，没必要在这里吵闹。他说话条理分明，气场温和却很强大，3言2语就将对方的无理取闹堵了回去。那女人背对的哑口无言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尴尬的说不出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又硬撑着喊道：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表姐是白薇薇，远州资本的陆谨言，你们总该知道吧？我表姐可是她放在心尖上疼的人，我让她跟陆谨言说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们在帝都彻底混不下去。我的眼神瞬间冷凝，没了半分温度。我没有兴趣和这种人做口舌之争，只是面无表情地抬起手机，按下了停止录音的红色按钮，将他刚才的话全都录了下来。女人带着孩子骂骂咧咧地离开后，我给助理小艾发了一条消息，立刻调取伯爵酒店3楼宴会厅今天下午4点到6点的所有监控录像，我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越详细越好。我从不做无谓的争吵，习惯收集最有力的证据，然后一击致命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。医院长廊终于再次安静下来，苏晨替安安将伤口重新包扎好，神色凝重地看向我。那个女人是白薇薇的表妹周丽。她顿了顿，满是担忧地提醒道：白薇薇在陆谨言身边的地位很特殊，你今天得罪了周丽，她肯定会去找白薇薇告状，这件事恐怕不会轻易了结。而且陆谨言这个人远比外界传闻的要深不可测，你一定要小心他，别被他算计了。我抱着儿子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早已盘算起来。怀里一直安静的陆念安忽然动了动，小手紧紧抱着我的脖子，把脸埋进我的颈窝，声音闷闷的：妈妈，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？陆念安带着浓浓的鼻音轻声问，语气里满是自责。我用脸颊轻轻蹭了蹭儿子柔软的头发，轻声安抚道：怎么会呢？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怎么会觉得你麻烦？怀里的小身子又动了动，手臂环得更紧，像是在回应我似的，又从我的颈窝处发出一声哽咽的安抚好儿子，我将他交给苏晨暂时照看，毕竟有医生在身边，我也能更放心些。我走到窗边，脸上的温柔在转身的瞬间退得一干二净，下颌线绷得紧紧的，清丽的面容宛若覆了一层寒霜，眼神冷得吓人。我拨通了下属的电话，语气平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，去查白薇薇名下所有公司的税务问题，还有她近期经手的所有项目，我要看到每一个合同里的漏洞，天亮之前把全部资料发到我邮箱里，不能有任何遗漏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处理完公司堆积的事务，便驱车再次来到了远州资本。我径直去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，没有丝毫犹豫。男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
看到我进来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依旧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，像是没看见我似的。我将一份文件不轻不重地放到他桌上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陆总，关于城东项目，我想我们有必要再好好谈谈。”陆谨言终于有了动作，他掀起眼皮，黑沉沉的眸子里情绪格外隐晦，发出一声嗤笑，满是不屑。林总有时间关心项目，不如多花点时间回去管教好你的儿子，别让他到处惹事。他说的是管教这2个字像根刺，扎得人心里不舒服。我的心底顿时泛起冷峭的讥讽，面上却没表现出来。我并未动怒，反而向前走了几步，直到办公桌前才停下，唇边勾起一抹浅淡的弧度。陆总，您不如先看看这2样东西，看完再说也不迟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周丽尖锐刻薄的声音立刻清晰地在办公室里响起：必须赔钱，今天不赔钱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还有，给我儿子跪下道歉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没完，这小子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野种。陆谨言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杆，脸色也渐渐冷了几分，眼底的情绪更沉了。我关掉录音，又拿出孩子打架的现场完整视频，递给他看。视频里的安安虽然五官有些模糊，但额头上那道更严重的伤口却显而易见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我收回手机，再一抬头，正好对上陆谨言的眼神，他的目光里满是探究。林总拿这些出来，是想证明什么？他开口问道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陆总，我心下一沉，收回手机，抬头迎上他晦暗不明的视线，语气坚定地说：我的儿子我自己会教，不用外人来指手画脚。现在您觉得我们谁更需要学习一下如何明辨是非，如何分清对错？我顿了顿，随即身子向前一倾，双手撑在光洁的桌面，一字一句清晰地敲击在陆谨言的自尊上。如果陆总的判断力总是这么容易被枕边风左右，分不清黑白，那我们陆氏或许真的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这次合作的风险性了。毕竟谁也不想跟一个不辨是非的人合作。陆谨言的手指倏然停在笔杆上，眸光变得更加冷锐，里面像藏着风云诡谲的漩涡，随时可能爆发。他平静地直视着我，虽然是仰视的角度，却没有让他落于人下，气场依旧强大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他语气冰冷地问。我没有退却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。如果不是这件事触及了我的底线，我原本可以将合作的姿态放得更低。毕竟城东项目对陆氏很重要，陆氏在城东项目上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投入了那么多精力，我的确不甘心在这里错失机会。我直起身，目光和嗓音都变得沉静如水。陆总，我是带着诚意来谈合作的，与其在这里纠结态度，不如直接开出你的条件，只要合理，我可以考虑。陆谨言唇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，像是满意于我的妥协，可眼底却说无笑意，依旧冰冷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你和你儿子一起向周丽母子道歉，这事就算了。这根本不是条件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羞辱，是想让我和孩子在对方面前难堪。他哪里是要谈合作，分明是想让我在屈辱里丢掉自己的尊严，连带着我儿子的尊严也一并践踏。谨言，说到底我们才是一家人啊。我目光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悲悯看向陆谨言。你小叔已经走了，要是你父辈或是其他陆家人在场，看到你不光不帮着照顾我们这对孤儿寡母，反而帮着外人，逼你小婶婶低头折腰，你猜他们会觉得欣慰，还是会寒心？一家人。陆谨言轻嗤一声，眼神冰冷又满是嘲弄地盯着我。陆家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人们，以前也没一个人管过我和我母亲的死活，倒是林婉你这副双标的嘴脸，确实很有陆家人的风范。我悄悄压下心中那丝得逞的快意，没错，我就是要看到他的冷静被我彻底击碎。我大方地摊了摊手，语气轻松却带着疏离。我还以为陆总是想主持公道，原来也不过是默认这场闹剧发酵的推手。既然陆总完全没有合作的意向，那我也不勉强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朝门口走。上车后，我吩咐司机直接去医院。小艾看着我脸上喜怒不明的神色，忍不住问道：林总，远州那边到底怎么说？项目还有希望吗？我皱着眉，语气坚定地说：把我们准备的最优方案和次优方案悄悄透给其他竞标企业，这是破釜沉舟的办法。只有让远州原本投资的企业方案变成所有竞标方里最差的选择，才能搅浑这池水，我再从混乱里找新的机会。小艾听得脸色瞬间凝重，忍不住出声提醒：林总，这么做可是伤敌1000自损800啊，对我们陆氏也没好处。我抬起手，纤细的指尖轻轻揉着发疼的额角，语气带着点无奈，却又不容置疑：至少还赚200不是吗？总比一点机会都没有强。小艾还没来得及去执行命令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看了看来电显示上的陌生号码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按下了接通键。你好，我是林婉，陆太太吗？是我呀，周丽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小心翼翼，满是卑微的讨好，跟上次在医院里那副尖刻的样子完全不同。我没说话，
只是静静听着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周丽见我没回应，讨了个没趣，只能吞吞吐吐的接着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哎呀，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本来就是常事，我们做大人的何必太放在心上呢？上次是我说话太冲了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周女士，我儿子额头的伤口缝了4针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，这么严重的情况，可不是一句打打闹闹就能概括的，更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。”我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反驳的坚定：“真的对不起，我当时就是太心急了，没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”周丽连忙道歉，语气越发谦卑：“这样，所有该赔偿的费用我们都认，您提什么要求我们都答应，您看行吗？”他突然这么郑重的道歉，反倒让我心里生出几分探究，怎么突然转性了？突然这么客气的道歉，怎么是脑子被驴踢了？我故意反问，语气里带着点嘲讽。周丽被我说的脸上挂不住，声音瞬间尖利了几分，刺得我耳朵发疼。我没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抬手挂断了电话。经了这一遭，我算是把陆谨言彻底得罪透了。我拿出平板电脑，开始认真筛选新的重点项目。毕竟要是搞砸了城东这个项目，董事会和那些股东们并不会放过讨伐我的机会。我必须给陆氏一个交代。一旁的陆念安看出我脸上不自觉流露出的心事，悄悄放下手里的画本，爬到我身边，用软软的小手指轻轻揉着我皱起的眉心。妈妈不要皱眉了，会长皱纹的。他奶声奶气地说。我低下头看向儿子，这张满是稚气的小脸上，眉眼间却已经有了和陆谨言如出一辙的精致与深邃。一想到之前在医院，他险些就要被陆谨言撞见，我心里还是一阵后怕。最后一丝犹豫彻底消散，我拿起手机拨通小爱的电话，语气决绝：“放弃城东项目，终止所有和远州有关的行动。”小爱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改了主意，犹豫着问道：“您确定吗？招标方那边还有其他负责人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再争取一下。”不用了，我直接打断他，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我确定，我绝对不会拿陆念安的身份去冒险。别说一个城东项目，就算是整个陆氏，在我心里也远不如我的儿子重要。第二天的项目研讨会上，其他竞标企业的人都到齐了，唯独我迟迟没有露面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我是决定彻底放弃和远州的合作了。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堆积的工作，小爱突然敲了敲门走进来：“林总，有您的访客。”我起身准备去迎接，可看清来人是谁时，我整理西服下摆的手猛地顿住了，竟然是陆谨言。陆谨言缓步走进办公室，颀长的身影带着一种审视新领地的迫人气势，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我像是完全忘了上午的不欢而散，脸上重新挂上温婉周到的笑容。不知陆总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吗？过来考察有合作意向的企业，林总不方便亲自接待。他目光微沉，居高临下的睨着我，语气里根本不像是在给我选择的机会。难道他是改了主意，想给陆氏留个转圜的余地？我不动声色地侧身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语气恭敬：“陆总大驾光临，是我的荣幸，怎么会不方便？”等陆谨言转身往外走时，我飞快地给小爱发了条消息：“计划有变，继续专注跟进远州的合作事宜。”我办事一向讲究高效，直接带着陆谨言去了设计展厅，不仅让他看了陆氏目前的尖端产品，还特意展示了一系列正在研发的高精尖概念产品，想让他看到陆氏的实力。之后，我们又去了全屏影像监控室，在这里能最全面、直观地看到10几家工厂的整条生产流水线。陆谨言的眼光很锐利，很快就抬手指向一块屏幕，问道：“这是研发产品的实测环节。”不等他多问，我已经默契地操作起电脑，几秒钟就打印出一份最新的实时报告递了过去。是的，测试情况全程都有监控，哪怕是最细微的参数波动，都会实时反馈到中央控制系统里。我解释道，递报告的时候，纸张边缘被我的指腹不小心压出了浅浅的折痕。我抱着手臂靠在中控台上，好整以暇地调侃他：“陆总，不赶紧追上去吗？真惹得女孩子伤心了，可就不好哄了哦。”我这副看戏的样子，让陆谨言的面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缓缓朝我逼近，每一步都带着极强的压迫感，让人呼吸都变得紧张。直到两人距离近的不能再近，他才停下脚步，低劣又磁性的声音里带着危险的警告：“林婉，别这么关心我的私事，我不过是随口开了句玩笑，竟然就成了无理的越界。既然是他小气，我也用不着觉得抱歉，反而笑得更轻松了。作为长辈，关心一下晚辈的人生大事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小婶婶看到你身边有女孩子，难免会多问几句。”他突然俯下身，阴沉地盯着我，喷洒出来的呼吸几乎扫在我的额角上，
带着灼热的温度。那我也想关心一下小婶婶，6年前那晚我没让你怀上吗？我先是一愣，仿佛没听清他的话，随后忍不住轻笑出声，眼底深处那片深邃冰冷的阴影下，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怜悯。陆总的能力和自信一直很值得欣赏，但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实在是有点掉价。怎么，这是想找个私生子来继承你的万贯家财吗？我轻轻替他整理了一下领带，话音落下的同时，不紧不慢地抬起头仰视着他，眼神里满是坦荡。他突然往前倾了倾身子，硬朗挺拔的身影几乎把我的影子完全包裹住，整个人的气息都压了过来。他还凑到我的耳侧，用低沉又带着磁性的声音轻轻说着，像是在循循诱哄。要不看在那晚我尽心尽力的份上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你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在说笑吗？当然是我丈夫，也就是你小叔陆明轩的啊。我眼里满是真诚，语气没有丝毫犹豫。可这句话好像一下子激怒了他，他猛地低吼，撒谎，陆明轩根本不能生育，所以你才会铤而走险选中我，之后你才有了孩子，对不对？他的声音里满是笃定，像是已经掌握了所有证据。我的脑海里骤然浮现出6年前那个夜晚，黑暗中他那双被屈辱和恨意烧得通红的眼睛，是我太低估他了，低估了他对那晚的抗拒，还有他心里的恨意。不用想也知道，他肯定早就私下调查过当年的事，所以才会对孩子的存在抓着不放。看来我必须从根源上打消他的念头才行。我不慌不忙地笑了笑，语气带着点戏谑，你小叔只是身体不太好，后来我们做了试管婴儿，才有了安安。至于你吗？实在是不太中用。话音还没落下，陆谨言的手已经狠狠钳住了我的脖颈，他眼中的怒火翻涌而出，像是要把我吞噬掉。